我觉得自卑有个缺点啊，就是会看不清楚。当你没有办法给自己合理正确的评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第一个你就不知道你现在走这一步是对还是不对，到后面你到底有没有在对的比赛跑道上面跑，你都不知道，你只能做的就是一直不停往前跑，然后一直发现自己落后啊。不是这个赛道只有我一个人哇，那更可怕真的，而且说不定其实你是适合游泳的。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大家好，我是 Hank。大家好，我是婷婷。你好。你好。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有曾经因为失去自信或者是自卑而消沉吗？应该没有。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好像它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真的可能如那个陆嘉怡说你的人类图，对，就全部都是满的，对，上面全部都是满的，你真的就觉得就这样啊，不然是要怎么样？对，真的好酷哦。没有，一路走来也没有特别顺遂，也没有什么，但是我好像很少怀疑自己怎么样，就我也会怀疑自己，但没有到不会到没有自信这样子的状态。可是我有时候也觉得你在某些时间，我有看到你没自信的地方啊。难免啦，譬如说你叫我去跟人家唱歌比赛或什么的之类的，那就不是我擅长的啊，那我就不我干嘛要有自信？哦，你不擅长的。对啊，不擅长的东西我当然没有信心啊。譬如说你现在叫我上去演讲比赛，哇，那我一定不行的。那你会自卑吗？你应该不是一个自卑的人吧？自卑嘛，不太会。我就知道那个我弱的，我就不要跟人家拼就好了。譬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以前想要学打撞球，我其实就近视嘛，手也没有特别正，就怎么打都打不赢，就歪歪的，就歪歪怎么打都打不赢。但每次打输，但我都喜欢找那个比我强的一起打。打输要付台钱嘛。那我就觉得我今天又付台钱，我今天有进步一点点。你这个故事已经讲了3000次。对啊，之类的啊，所以我不会自卑啊，打输了就打输了，没关系。我从小就是比赛输了，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你从小比赛输，你每一次提都是打撞球啊，有没有别的？其他都赢啊。翻脸的啦，翻脸的啦。再举一个，难怪你每次都举这件事，原来你其他都赢，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其他，打麻将输了就输啦，就觉得自己练。那打篮球嘞？打篮球输了也是输啦，因为我打篮球算还打得还可以啦，还行。你看你那个脸，你看你那个脸。但你知道篮球是团队运动，他必须要5个人都很OK。那不是你个人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对。你觉得人为什么会自卑？哇，这个问题好大哦。人为什么会自卑？对，什么是自卑？我们首先要定义这个东西。那你说呢？不然你问我人为什么自卑，那我问你什么是自卑？对啊，我说那你说呢？那你说呢？您先说说。什么是自卑？就对我来讲，可能就压根的不相信自己。自己感觉到自己很卑微，觉得自己不如人。不如人有一点。不相信自己，不如人，我觉得好像蛮贴切的不如人，不如人。那不如人就有比较了嘛？对啊，不如人，那听起来就是有比较了。就是跟外界比较。对，不是跟自己比。不是，应该不是，是跟外界比较，是跟外界比较。跟自己比还自卑，那还得了？那很可怕。这心情我有过我以前好自卑哦。我没有，只是顶多觉得我钱赚的比人家少。这样算吗？就觉得在赚钱这个赛道，目前没有赢过太多人。目前在这个贷款这个赛道，应该是赢过不少人。所以其实应该是看比的项目啦，我是觉得。
哦。如果说欠钱也有比赛的话，我应该算是前几名。为什么你可以？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啊？啊？怎么样？你为什么都可以这么？你知道？怎么样？就你知道？不聊天吗？就很不要脸的把它说出来。你脸皮真的有够厚的这自嘲是最高级的，好不好？拜托，好高级哦，高级啊！而且问你人为什么会自卑？你为什么会发展到这里？没有，我在想，我疑惑啊，我在想跟人家比，到底有什么觉得输了？然后我在想说，我赢在哪里啊？啊，那我就懂为什么我以前那么自卑了。对，那我就懂了。为什么？因为就小时候真的常常觉得不如人啊，自己。你知道那个小时候具体的项目是什么？很多呢啊，比如说，我们家里很穷啊，在家里穷，然后我们我同学家都很漂亮，我们家就不漂亮啊。那还是穷。对啊，穷嘛，对不对？然后还有成绩没有人家好啊，成绩能力，考试，对啊，就成绩每次都倒数几名，数学又很烂，什么那数学嘛，对。然后你如果说小时候，比如说我的脑袋是图像思考的，然后你可能就很会画画，也没有，画画超烂的，就是好像你没有一个技能，你除了运动很厉害之外，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你是赢得过人家的啊。对啊，然后在家里面可能就是因为我有个弟弟嘛，就我弟，那我弟小时候就常被夸奖啊。夸奖什么？什么聪明啊，聪明啊，幽默啊，有用，我就没有啊，我每次都给扑克脸，之类的，然后不然就是不好相处啊。小时候我就常被人家说不好相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脸臭，不是我小时候就是你已经就是不开心啊。我小时候就自卑啦，因为我小时候成绩就不好啦。我除了1、2年级成绩很好之外，我3、4年级以后成绩就很烂啦。然后又没安全感，就缺乏安全感了。所以人是会受到外界的评价而感受到自卑吗？我觉得会耶。像考试考几分，这个就是某个程度上也是一个标准化的评价。而且就是经常性的被否定啊。但如果大家每天都在比跑步的话，你可能就我超厉害的啊。就假设早上第1节到下午第6节都在跑步，然后只有2节国文，那你可能大胜。我小时候参加很多校队啊，我都没有在上课，什么足球队、什么田径队、什么队所以自卑在某个程度上应该是看这个比赛的项目是什么。我跟你讲，因为我以前小时候运动很厉害所以就常常会有人都就脑袋不四肢发达，就头脑简单这也是一种否定是，但那会不会是因为其实你擅长的项目并没有目前没有纳入奥运这个比赛项目里面？台湾有在重视运动的事吗？我就问你，是，对不对？是但其实会跑步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超厉害的拜托。我真的跑很快呢，真的。但你看你如果可以跑到什么奥运前几名，那你也是台湾之光啊。对啊，我如果小时候真的好好自己栽培自己跑步这件事情，对不对？说不定现在就我真的是超强的哦。我跑步是很有技巧的，真的。自己在那边播法，对啊。然后长大以后国中，然后就会跟同学出去玩嘛。同学他们不是都会去，就穿得很漂亮啊。爸爸妈妈都会给他零用钱啊。对，还是穷。然后还是对。你跟我在一起以后，你有觉得我其实自卑蛮严重的吗？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OK， 那你认为的那个自卑应该是不是应该，就是你认为你看到的那个自卑长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形容？应该是这样说。某个程度上应该是说过度的自我检讨。过度的自我检讨。就我看到的啦，就是自卑通常会有一个倾向，就是譬如说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比如说最后的结果没有很好，他通常没有先了解事实，通常都是先检讨自己。
因为通常一个事情，我觉得要最后做出来要顺利的达到某一个好的状态的时候，它必须要比如天时地利人和。OK， 对，那通常你要去理解到底天是长什么样，地是什么样，人是什么样，然后最后才会去检讨自己嘛。哦，对，那像我通常都是先检讨别人的嘛，就是先检讨那个天怎么样，地怎么样啊，对吧？人怎么样？那我懂。最后，这些发现都对我有利，结果我还是做不好，我才会检讨我自己嘛。但是我到现在啊，还是会从检讨自己开始。但我现在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叫自卑。因为刚刚你在讲的就是事实嘛，对不对？我要先理解属于我自己这个人的事实。这个也是一种吧？这也是一种，对不对？对，它不见得是过度的在过度的自卑，但确实我之前是怎么讲是自卑的。但我觉得那个自卑不太像是那个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就是我以自己我走过自卑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自卑啊是已经那个不是只有质疑自己哦，我不是检讨自己哦，应该是说我压根的不相信自己压根的不相信自己。对，所以你显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全部都是用质疑自己的方法。这个其实蛮难去分辨的。就对啊，就是外显的看起来就是先质疑自己嘛。对，但是其实内心差别是在内心有没有相信自己嘛。因为你如果是相信自己的，你质疑自己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你自己变得更好。对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话，那你质疑自己就只是就是没来由的在怀疑自己。你就真的是纯粹的不相信自己，所以你没有办法在你质疑自己的过程当中抽丝剥茧，厘清属于你自己个人的这个人的事实。你这个人有一个事实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做了什么事，你做了什么样的行为，然后你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其实很多你的起心动念，你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你怎么去跟人家应对进退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有值得检讨的部分。所以我讲的是说，那个自卑是压根的不相信自己。我觉得我有这个时期耶。然后你知道那个状态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跟别人交往。人际的交往，就包含朋友也是。为什么呢？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在压根的不相信自己，然后过于自卑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膨胀自己，因为你为了想要好好的站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过度的膨胀你自己，好好的站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倒掉了。我之前是小时候是这样，因为你怕你在这边会倒掉嘛，对，所以你就要把你自己撑起来，对，撑得很大，然后站在那里面都是虚的啊，对，你以为你就可以在那边站得稳稳的对，把肿脸充胖子，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真的，就是你这样，你可以，你觉得你在这边你有一席之地但其实瘦的皮包骨，其实里面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理解，完全不堪一击啊，一打它就破掉了，这样你就遇到一点点挫折就不行了，直接破，完全不行。所以哇，我觉得有好长一段时间，这你一直在，就是你一直在受挫，可是你有很多时候你不清楚到底原因出在哪里，所以你就一直跌倒，被别人夯一拳，然后你就倒了，夯一拳就倒了，这样。其实人家那一拳也没多大拳嘛，没有多大力，说真的，轻轻的碰一下，它就破了对，我觉得那个时期有一点过于自卑。譬如说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很怕人家知道我的家庭状况，那我就会也不正常的跟人家交往啊。什么叫也不正常的跟人家交往？有时候聊天会聊到家里状况嘛，有时候 dating 聊天的时候，然后会就是提到爸爸妈妈什么的，不太提啊。然后会有一块是你避而不谈的，那你知道那种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有一块避而不谈，很辛苦很辛苦，非常辛苦，好像你有什么东西就是隐着没说，然后哇，那个其实没那么舒服啊，不舒服，自己也不舒服，别人也不会舒服。对，然后有一阵子是我也不会去隐而不说，但是呢，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会假想别人用不一样的眼光在看你。所以你碰到一丁点，譬如说两个人吵架，你就会觉得他看不起你啊，什么情绪都会跑出来。了解，这个我知道，这个蛮可怕的。哇，这很恐怖他们有时候真的不是跟你吵架的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对，这感觉什么东西都把它翻出来，你知道不吵对，所以那个自卑，有时候那个自卑隐在那里的时候，真的很像不定时炸弹。没有很舒服。对我来说，自卑听起来像是一个情绪，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时不时会发作。对，它就是会潜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偶尔跳出来咬你一下。对，它就是没错，它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正确的看待自己啊。也没有好好的正确被看待过。我觉得这个是在意外界的评价这件事情，好像是有它的历史的严格。怎么说？就以前人是一个群居社会嘛，大家都住在一个村落里面，对啊，就会互相比较嘛。然后这个街口的张大妈，隔壁的王大婶就会拿出来比啊，我看你知道，考7、8分啊，对啊，对。我小时候，我爸妈常在讲说，你把人的囡仔都安怎，你哪要安怎。你看现在都市化之后，这个就少了，因为邻居都不认识。朋友也会啊。还是难免啦，就很难避免啦，难免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跟你讲，爸妈拿别人的小孩跟自己的小孩比较，这个绝大多数的人都一定有多多少少，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经验。比如说长得高啊，那他们谁长得很高你小时候你妈会常跟你讲这句话吗？说什么？那个谁的小孩都没有怎样，你偶尔也是会啦。是吗？偶尔难免啊，总是就会你今天见到一个人嘛，他们家的人在干嘛，就会回家跟家里人分享。不见得有什么目的。或许偶尔隐含了一些期望。难免。谁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真的觉得听到这里，我想要题外话。这样，我真的觉得你好适合出来选哦。你怎么这么会冠冕堂皇？没有，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啊，没有，我说你的修辞啊，真的非常政治正确，好厉害哦，精准的。你的脸不多不少，精准。好，然后呢？但我觉得爸妈都会难免是这样对，好哦。可是那个听在青少年的时期的耳里，就是不是很舒适。当然啦，叛逆期的时候，我觉得那关我什么事？对啊，本来就关我什么事？考上建中关我什么事？我说真的，在那种青春期的时候，正在接触外界，然后正在因此而建立自信的时候，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建立自信。此时此刻真的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以经验来讲的话，个人成长经验来说的话，对不对？但总是要有一些 reference， 就是什么 reference？ 就是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要有一些参考值嘛。才不会过度的切掉。对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参考值才不会过度的切掉。对，自卑感觉是不是会特别不想让别人看不起？对啊，你就什么事情都很想要赢啊。就太想要人家看得起你，太想别人看得起自己。我做任何一件事情，你知道那种强迫自己、逼自己一定要怎样做到最好，那个其实都是为了不让别人看清自己。
看清自己其实是自卑的。因为你就想要证明你自己不是这样的。那你知道越去证明，你越有一个目的，你越想要去证明，你就越证明不了。因为那个心态是不对的，而且就是方式也是错误的。方式也错误。对，因为你没有先具体的理解自己能力到底在哪里。就然后就会去拼一个不对的赛道。对本来应该去游泳，就跑去打篮球。靠，就是之前我们有讲的那个爬错洞，有没有？出来这个洞口，发现不是这里。我嗲嗲那样。会哦。对，就会逼你自己去做一些你根本不想做的事情。完全，我以前超逼我自己的，自虐式的方法。所以这个是自卑的坏处啊。坏处啊，你搞不清楚方向啊，而且你会去责怪别人哦。可是我后来想一想啊，其实根本就不是别人的错，根本就是我自己搞不清楚我自己到底要干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委屈啊，我就委屈的这个世界对我了，就会在那边靠腰靠背。我觉得当你很自卑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你会为了要证明自己，结果去追求某一个你并不是真的那么期待想要，或者你的能力，或者是你真的兴趣想要去做的一个路线。对，的确，对，因为你只是为了要拿到那个 trophy， 就是那个奖杯而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卑从何而来，第二个是自信是可以培养的吗？我觉得我的话不是，以我的例子，我觉得我不是培养，我觉得我是找回来。找回来。对，那如果你刚刚讲的那个培养，我觉得像我女儿，我在对我女儿的时候，我就会去思考说怎么去培养他们的自信。因为他们还是一张白纸，小小的啊。那我近期也在跟我女儿的相处当中，我也有这个疑虑啊，因为我就看到周围很多的人是他们很自卑，然后也没有去想办法把这个自卑拿掉，或者是把它丢开等等之类的。那他就一直处在一个状态里头的时候，时不时有时候会发作，有时候好好的，有时候发作，有时候好好的，像他就循环反复。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很可惜，因为当你自卑症发作的时候，其实是不是自卑症？这是我发明的，没有这个症哈。就是自卑发作的时候，其实是你会把很多东西都挡掉的，不管是什么啦，机会也好，缘分也好，不管是爱情也好，工作也好，甚至是友情也好，很多东西其实关系，对，各种关系，这个缘分其实好的东西会被你挡掉。那我觉得我想要培养我女儿，因为我希望他们是比较正常的成长啊。当然我也不晓得什么是正常，那就是我自己的标准值 OK。 对，然后所以我近期也在思考这件事。像他最近常会问我说，老大，我们家老大，妈妈我美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对，什么意思？美是一个哲学问题啊！对不起，我觉得我有一个妈妈保护女儿的心情，只问你这个问题。没有，我单纯就字面上的意思，就美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自古以来。Anyway， 然后他画了画，然后他就会来问我说：“妈妈，你看我画的好看吗？”然后我就看很多那种跟教育有关的文章啊，人家不是写说怎么去跟小孩相处啊，培养他们适度的去赞美他们啊，鼓励他们啊，然后让他们有一个这个自信啊，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我每次看到适度这两个字，我就心里想说，到底什么适度？有个困难的。那个加适度的盐，但加太多就会变太咸。对，或者是少许。少许啊，少许。对，这到底是几克啦？盐少许，糖少许。对，你不觉得这个很难吗？很难。光这件事情我就想破头。最近我小女儿也开始了，每次都站在镜子前面，然后站很久。我想她怎么待在厕所这么久？我走过去看她，她就在照镜子。然后我说：“小小你在干嘛？”妈妈，你觉得我可爱吗？天哪！到了开始爱美的年纪了。对以前他们小时候，我
我其实是一个属于宠溺的妈妈，宠溺小孩的妈妈，所以他们问我这个，我都会毫无悬念的说，当然啊，你说宝贝，你当然美啊。最近我们家老大已经要上国中了，对，她已经是一个少女了，我就在开始思考，说我是不是要这个更不能那么宠溺啊，要像个大人，你不能这样说，就是要换一种跟他相处的方法。简单来说，你是不是还在摸索要怎么跟他相处的方法？我就是当然啊，就我在摸索我要怎么当好一个妈妈啊。但是不是你对于当好妈妈这件事情有所期待呢？也不是，应该是说我某种程度上我很 worry 他们的心智发展啊，比较 care 他们的心智发展，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被自己折磨得很惨。你说日子磨我吗？可能也是。可是我也被我自己的心磨得很惨。那有很多东西是我小时候缺失的。那我长大以后慢慢的去整理它。我觉得我只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的缺失没有我那么多。当他们去面对挫折的时候，不会像我一样，就自己做错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没有把握很多珍惜羽毛的机会。应该这样说。那 worry 的具体的事情是什么呢？譬如说，如果我可以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跟足够的爱，那我想他们会越来越勇敢。这是肯定。对，那勇敢，因为勇敢是一个虚的嘛。勇敢是个虚的，它是一个虚的。我不知道说他遇到这件事情，他还没有遇到这件事情之前，我不晓得他到底勇不勇敢啊。那他遇到以后，你才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那个之前，我只能做这件事。我觉得我也只能做这件事，因为这个是我缺乏的。那我看到我自己的缺乏，所以我就会给他这个安全感跟爱。那我希望就是他们很勇敢。那像那个自信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缺乏啊，我甚至到自卑啊。但这件事情是就是我的自卑跟我找回我的自信，是我近几年我才开始慢慢的找回来，然后把自卑丢掉。但我不晓得说这个东西我怎么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培养他们，这样你懂我意思？好累哦。这个论说文，对，解释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点累，好吧，就这样。对啊，所以要讨论的问题是自信是可以培养的吗？我觉得对小孩来说，自信是可以培养的啊。那自信是什么？我觉得自信是自我相信啊，所以我才说自卑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压根不相信自己嘛。人为什么会不相信自己？我想一想。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小时候出生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都相信自己。小孩子啊，我说小孩子，你很小的时候就不相信自己吗？不可能嘛。对，对不对？对，你一生下来一定是相信自己的。生下来我怎么懂啊？不，我说你比如说很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你一定觉得你要做什么？我要上那个外太空，当那个太空人。我说真的，我小时候没有这样。没有，我说有些小朋友就这样嘛。对啊，那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嘛。对，但他总是会有一些他相信他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他不会不相信他自己。有一些人真的会。对啊，他有时候那我想到你几次？我突然有点通了。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其实就不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哦。对。因为我从小其实就有与生俱来莫名的恐惧，就是莫名的没有安全感。我妈妈一站起来离开我，我就会恐惧。然后我就会眼睛一直盯着我妈妈。就我有记忆以来。然后我上幼稚园，
我没有任何一个幼稚园是没有任何一天是好好的走进去，好好的去上学。分离焦虑症。我都会扒着我妈妈大哭，而且是每一天。我觉得我的安全感一直没有被补足。所以我其实后来因为这一块没有被补足，所以我其实也没什么自信。然后如果很小的时候，通常我弟都会被夸奖嘛。哎呀，弟弟就巧呀，就高追呀，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我不是跟你讲说，我小时候很沉默吗？在家，都不太讲话。但我觉得安全感是自信心建立的很重要的一环。可能是基础吧。对，基础了。它感觉是一个像空气啊、水啊的这些的基础建设。对，你如果安全感都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或是没有感受到爱跟关切，或者是关系有人爱着你，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很难在一个好的基础上面去慢慢建立自信。但并不是代表自信没有办法建立，还是有办法的，只是说建立的会特别辛苦。对啊，我觉得是这样。但我就在想说，自信到底是什么东西？信这个字就是人言嘛？对啊，就是人家说的话嘛。对啊，人说的话，人说的话，不是人家，应该不是人家，是人说的话。对，自信其实就相信你心里面自己说的话。对啊，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就自我相信。那人为什么会不相信自己呢？我觉得我没有被正确的对待。我觉得。然后长大以后你真的是，你做什么事情都，因为你自己根本就，你知道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你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所以你就这样度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就是自卑的，不相信你自己的，然后就这样子一直走。我真的前几年我才开始慢慢的去把那个自卑丢掉，然后把自信找回来。怎么做呢？首先，因为我有安全感了，所以我才能够往下做。原来是这样所以找到问题的症结点了。我说这是真的啦。所以我刚刚才说，哇，我好像通了一点点，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天生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受到一点打击，我就会没有自信开始。我也没有被正确的鼓励啊，什么都没有啊，很少啊。那都是很多东西都很虚的啊。我其实觉得鼓励也不是必要条件的。鼓励不是必要条件啊，真的是虚虚的啊。以前这很恐怖因为你没有被好好的建立起真正的自信，让自己看见真正的自己是没有的。这件事情好可怕。所以小时候，旁边的大人都会这样说：“哎呦，你看你头毛就水的啦，你鼻就水的，面头就水的啊，卡就长的啊，什么什么。”哇塞，真的觉得你自己名模了。可是你知道，长大以后根本不是那么一个回事嘛。那你这样讲，我大概可以理解这个事情。我就在想说，那我为什么都好像没有什么自卑的感觉？我觉得不是我爸妈有非常多鼓励我，也不是我爸妈有非常多打压我，是他们似乎用我需要的方式在对待我。对，就是不要理我。对，但是因为你可能是一个就是蛮有安全感的人嘛。没有，他们就对啊。那我只是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他们用我需要的方式，给我需要的爱，所以我就会蛮有安全感。了解，那我懂。所以似乎也有这个东西当做基底之后，你也不太需要真的一定要去鼓励，或者是去严格的对待他，或者是去打压他，或者 whatever。我觉得剩下那些感觉都是手段。你知道自卑这种东西很难在长大的时候修正吗？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没有正确被看待过，然后你也没有正确的看待自己，你很难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看待自己。同意。当别人某种程度上正确的看待你的时候，你也不见得相信他是正确的在看待你。相信。就算别人夸奖你，你也会觉得有吗？是吗？真的吗？我真的有这么好吗？
对呀，我做得到吗？我有做到吗？妈一堆疑问都跑出来了。我有遇过我说你有就有，妈的，开玩笑。所以自卑就很像是你的体重计坏掉。这是什么意思？就站上去，永远那个公斤数跟你想的都不一样。就感觉这个秤坏了，这个度量衡没有在它应该在的位置，没有办法提供你一个精准的数据。但因为它是衡量自己的一个标准嘛，所以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科学理性的数据可以支撑嘛。它有时候是比较多的时候是一个感觉，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跟我觉得我自己很不行。那有时候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跟自己对自己的，你说信任也好，或者相信也好。那这个很难在长大以后校正啊。就是校正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事啊，因为没有发现自己的秤坏了。对，大部分时间可能是没有发现自己秤坏，就起来说怎么量起来都那么重。但我都会去形容说他没有量到体脂。因为看起来胖不一定是胖。搞不好你体脂很低啊，你只是肌肉很多。对啊，也有可能啊。就同样是这个数据，但是内容组成不一样啊。我也是有一度秤坏啦，就发现那个秤过时了，所以去买一个量体脂的。好好看一下自己的内在，不容易啊，我觉得一定很困扰，很困扰。我觉得一定很困扰，超困扰的。你有时候真的，你们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一直会问自己说：我哪里做的不够？我是不是哪里还做的不够好？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我怎么样可以？因为你评价不对的时候，你后面所有衍生的解决方案都是错的啊。一般来说都是这样，没错。就这个源头如果没有搞到合理的话，你就会努力错了方向。对，很多时候会这样。没错。我记得有一个人问过我一句话，我被他问的哑口无言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好，然后就看着我说：那你说你觉得哪里你做的不够好？我居然回答不出来。对，那只是觉得，对，但讲不出来。那表示讲不出来就表示不是事实。因为你条例化嘛，你每一个都条例化啊。你当时在思考这些，你哪一件事情没做好，什么时候东西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你真的思考不出来，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标准在哪里。你只是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好。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好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就问我说：那你说啊，你觉得你哪里做得不够好啊？然后我说回答不出来，因为那已经是我能力所及了，我再也思考不出来了。但是它的结果就是不好的。那有可能是已经尽力了。我就是当时我就尽力了，我已经只能做，而且那个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啊，那件事情。所以其实很好的衡量指标就是有没有尽力了。我后来是这样的，应该是说正确的看待自己，应该是先校正回归。我几岁啊？因为我几岁了？然后我能力就是到哪里，我过去的经历就是这样。然后我能力到哪里啊？我能做到哪里？我是不是每一天我都有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如果我都尽力了，那我就这样了。我没有什么可以再付出了。我最记得这个验证最好的应该是我们行测餐厅收起来的时候。因为照我以前，我一定会非常非常难以接受，我会非常非常的哇，你知道那种不甘愿，或者是那种不认输，不什么所有东西都来了，然后你那个心态非常的不正确，我会很消沉。照理说应该要，对，但我完全没有，我也没有，我超开心。忽然觉得解放了。对。然后内心忽然轻松了起来。对，我觉得也是那几年，我也真的是把就是正确的看待自己啊。就我也不是那一块料，我干嘛去跟人家做那件事？就承认失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就是做不到啊。对，
哦，我就是不适合做啊，就这么简单而已啊。那我也没有，这也没有什么。然后我也觉得我做得很好，然后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再付出了。这件事情是让我判断我自己的自信其实是回来了。然后再来是我其实不再自卑，我觉得经历那7年以后，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让我好好的正确看待自己。是失败的啊，是，对啊，都这样。但我觉得这像你讲的这个，我觉得自卑就是从我们一次一次的人生经历里面去慢慢累积出来的的东西，它一定不会是说哦，今天我就忽然就今天就自卑。我觉得一定是从我们过往的经历，可能从原生家庭慢慢成长的过程，一路走来，慢慢的就是自卑的人。我觉得啦，感觉它是一个长期影响。那很有可能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把自己放在对的赛道上面。我其实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对于这个过去经营7年这件事情没有很多的得失心？后来，其实一开始是有的，然后那个过程也是会有点惆怅吗？你说结束吗？对，惆怅吗？没有，我开心的不得了，真的啦。但为什么开心的不得了？不是，我是说，我们创业的时候的得失心我是有的。一开始的时候有。那你知道谁创业初期就没有得失心？对啊，那因为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尽了你的全力，对，你也做到你能够做到的最好，对。你知道我们好几年的时间，有3-4年的时间，我是一直在自我检讨的，你记得吗？前面那3-4年，我是很消沉的我真的从16年一路一直低到2018年，对不对？15、16、17、18，从往上就一路往下，然后19好像上了一点点，没有，后来就就往下，一阵一阵，就只有19上来一点点，但也上来一点点幅度就又下去了，所以我一直都是对我自己是超级无敌的质疑，也是在我自己很质疑我自己的这个几年过程当中，我发现了我极度的那个自卑，然后再把那个自卑丢掉，因为我觉得那个自卑如果是这个不如人，我觉得我的得失心跟我的好胜心过强，所以那些东西的原因都只是为了要证明我自己什么，是块料，这种是可以的，但是可以什么不知道，对，所以你是完全不清楚，要证明自己是可以成功，但是要什么东西成功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蛮可怕的概念，很可怕啊，因为它像是一个莫名的致命吸引力，吸引着你一直往前走，但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哇，你把它形容得好 sexy 哦，sexy 啊，听起来不是它一定是很 sexy 的。我跟你讲，越 sexy 我越危险。对啊，就是恐怖，就是 sexy 才危险。真的耶，好恐怖哦。我觉得自卑有个缺点啊，就是会看不清楚很多事情。因为当你没有办法给自己很好的、合理、正确的评价的时候，或者是你没办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第一个你就不知道你现在走这一步是对还是不对，对，你也不知道你现在今年跟去年到底有没有进步，对，然后甚至到后面你到底有没有在对的比赛跑道上面跑，你都不知道，你只能做的就是一直不停往前跑，然后一直发现自己落后。一直不停往前跑，一直发现自己落后。没有啊，不是，这个赛道只有我一个人。哇，那更可怕。没有人在跟你比。哇，那听起来蛮可怕的。超可怕的，开玩笑。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你他妈的很认真在跑，想说干我就第一名了，干一回头看，原来是没有人在这个赛道上啊。这才是最关键的可怕，好吗？真的，说不定其实你是适合游泳的。也对。但是说真的，我那时候当时真的有这种感觉，谁在跟你比？真的，对不对？
都嘛是你自己要去跟人家比，结果你比的都不是这个赛道，人家都不在这个赛道上。我觉得叫人不要跟别人比，说的比较容易，但是我觉得你生下来，你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很难不去跟人家比较。的确，从小到大，没错，比不完，没错。从比家里有没有钱，便当里面的什么菜色，铅笔盒里面对吧，几色的彩色笔，到什么校外教学带出来的零食，各式各样，从小到大就是一直不停的比成绩，比分数，比什么东西都在比。对啊，生下来就是无止境的比。对啊，我觉得人会自卑也是某程度上蛮合理，是因为当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想要做什么，我为什么会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很基本的哲学问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卑是很合理的，是因为外面强的人实在太多了，或者先天比我们条件好的人也太多了。对，你永远都比我们厉害的人，永远比我们有钱的人，永远比我们环境好的人。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我才会跟你讲说，我都会先从内而外看自己，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对，以前的确是用自卑的状态在自我检讨，但是因为我有了安全感了，我开始慢慢的把我的自卑丢掉，把我的自信找回来。对，所以我才能够真正的如实还原大小，如实还原啊，对，然后去看到自己真正存在的价值。这样讲我就完全理解。不，它本身其实应该是有一种层次。对，因为你要去把那个自卑丢掉啊，你要逆向思考，往回溯嘛。对啊，为什么会自卑？对啊，自卑到底是什么？对，然后你就一直往回溯，一直往回溯。所以，如果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那个东西往回溯，从我小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又加上没有被好好的、正确的对待，对，有很多的爱也缺失，然后鼓励也缺失，安全感缺失等等之类的，所以它就会变成你不相信自己。因为你做什么事情你没有得到鼓励啊，你怎么可能会，你也没有得到肯定，你怎么可能会有自信呢？你怎么会相信你自己呢？不会啊。但我觉得有时候人在一个自卑的状况下，他其实是不太接受鼓励的。有些人其实是处在这个状态，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不得了了。真的，本来好好的那个状态就急剧往下掉，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事。然后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别人相处，你会更，你知道那种，你不就是那不然我什么都不要做啊？那不然就是我就更嚣张啊，更嚣张。对对，会，就是它会有很两极化的展现，你知道吗？这都不健康啊，不健康，超级不健康。对啊，所以除了安全感，然后有了安全感之后，可能就比较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去接受外界的评价。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我不知道适不适用啊，但是我其实有，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刚刚是不是有说我去理解自己嘛？我做这件事情做很多，我适合做什么，我的能力在哪里，我应该要怎么做，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我有非常认真严肃的在看待。那这个也是我理解自己的过程。包含我过去工作的经验的整个的过程，我都有去检讨。你知道我真的每一个工作我都会去打分数。离开那个工作之后，我都会去回想，然后我都会给我自己打分数的。真的哦？对。那我现在回想跟我过去工作在打分数，其实有点不太一样，这个看待方式。真的啊？对啊，我时不时会回头去看啊。然后再去理解我的现在。这样是以前打很低的，还是以前打很高？没有我每个工作
我除了3例我的分数打比较高之外，我其他都打超低的。哦，真的哦。那怎么办？我过往的工作我都打超高了。你这是属于一个自我感觉真的超级良好的。对，不管人家觉得我做的怎么样，我都觉得做的不错。可是我以前真的打超低，但是我现在并没有打很低哦。现在有啊，我现在有一点我现在有高一点点啊，高个5分10分，有比较好一点哦。所以我知道那个自卑感或者是没有自信，其实就很有可能，其实你已经做到了70分，但你永远都是打55分这样。差不多啊。是，对啊。那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没有安全感会造成你的在这个基础情绪上面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发展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培养的。一个是当然安全感也很有可能不是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的嘛。那我觉得以像比如说你说培养小孩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培养小孩很重要一个点是要让他认清楚他周遭环境的事实，对于事实有正确的判断。我其实觉得啦，就是我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经常没有办法对外界的声音做良好的判断。对，很多时候如果把我们当成一个讯息的接收体的话，对，外界有非常多的资讯，是，但是有用的情报并不多。那 OK， 如果你把外界所有的资讯都当真了，那你一定会有出问题，那就惨了。你肯定你知道被侵入。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从资讯里面收集情报的能力，所以我认为收集情报本身是，而且是收集正确的情报本身是这个培养自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OK， 正确的情报，什么是正确的情报呢？你知道正确的跟适度的听起来就是他妈的很困难吗？你何以见得它是适度？因为你何以见得确认它是正确的？这个它还是有一些理性判断的思考基础。OK， 我觉得它是一个技术。OK， 是可以被教的。How？ 就是你必须要认清楚这个世界的讯息是庞杂的。不是所有事情都应该相信。再来，还是像我们上次在聊到那个底层逻辑那本书一样，对，你要分辨这个到底是事实，还是一个观点，还是一个信仰。你妈说你唱歌不好听，每天像杀鸡一样在那边鬼吼鬼叫。请问，这个是事实，还是观点，还是信仰？对吧？这个是观点嘛？对，因为我唱歌很好听，对吧？那你唱歌究竟好不好听？你至少拿一台卡拉 OK 机，那种会打分的卡拉 OK 机，你去唱一下你就知道了嘛。音准有没有准，对不对？节奏有没有对，有没有在拍点上面，这些都有客观事实可以去建立起这个适度的评价。我告诉你，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妈说你唱歌不好听你就失去了信心。我没有，这是有一个事实的判断。为什么？我有被找去录音室那个试唱。真的？对。那现在来高歌一曲嘛。本来差点要出唱片的，你们他妈的傻傻的在那边。救命啊！这是一个你知道，以外界来说，你知道客观的肯定啊。对啊，没有我说真的是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建立自信的这个过程呢，是我们常常会接收到很多错误的资讯。对，的确。那这些错误资讯，不管是你爸讲什么，你妈讲什么，你朋友讲什么，你老板讲什么，慢慢的让你的信心越来越糟糕，或者越来越缺乏。我觉得那个都跟你有没有办法判断外界的资讯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件事情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但是就连正确的判断，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容易啊。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练习的自卑的时候啊，通常那个判断都不是很正确。对啊，但是因为
你并不是透过理性分析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啊，都是很多情绪。对啊，那都是情绪啊。自卑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情绪啊。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是一个，譬如说你要要找到安全感的来源，这件事情其实它解决的还是情绪的问题，对不对？那但是你其实是可以透过理性的分析去看待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你刚刚早一点我们在聊那个，你女儿问你说，我美吗？你后来都怎么回答她？当然美啊。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很宠溺小孩的妈妈。我是这几个月，因为我们家刚刚我们就讲，就是这几个月老大就是要国中，她就少女了，所以我才开始在思考说，是不是不要再过度的宠溺，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小小的了。这样要适度的让他，你知道，走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这样。就这样啊。我是这几个月才在思考啊，但是以这几个月我还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他怎么问我都还是会说当然美啊。我就还没想好我没干嘛啦，很困难欸。你以为当妈妈很容易？你当妈妈不容易啊，当小孩也不容易。我就都跟他们一样当小孩啊。就是假设自卑是不好的东西啊，那要怎么样消除自卑呢？要怎么把自卑这个敌人给杀死？觉得它是个问题。所有要解决问题的根源都是要理解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说，我觉得自卑是很 personal， 每一个人的自卑都是属于他自己的。没有两个人的自卑是一样的。你的自卑绝对是专属于你 special VIP 的。量身定做的自卑。每个人自卑的面向不同，他被创造出来的时空背景跟这个心理状态都是完全不一样。是，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先去理解你到底为什么会自卑，要去感受那个自卑的情绪从何而来，才有可能最终你可以让这个自卑慢慢的摆脱你身边。但过程好惨烈，我自己啦。你自己是怎么处理的？不要问，你会怕。分享一下吗？那个扒开自己很血淋淋聊一下吗？好难哦。首先，我先承认自己的失败。OK。我真的是从这里开始的。承认自己从承认自己的失败开始。为什么是从这里开始呢？因为我自卑了嘛，所以在当时那个情绪就是我判定我失败了。OK。我判定我失败。先判定自己失败。OK。我开始我就先劈头砍我自己，先砍一刀，砍好大一刀，流血。对，然后我往后退。因为我判定我自己失败嘛。我就往后退啊。然后我真的也是去探索我自己自卑的根源。我为什么会这么自卑呢？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思考这件事。我记得那一阵子我常扒着你在问啊，你觉得我为什么那么自卑？对不对？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在爬梳我的自卑的来源，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被什么东西带往自卑这个方向去的。那个过程好不舒服哦。因为你很多过往的很多的那种情绪都会跑出来。那个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啊。后来是怎么找到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也想要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我先去理解什么是自卑嘛。那自卑就是你没有你会感受到那个自卑，每一个时期都会有。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没有受到肯定，你得到的是否定的，你被否定了。然后你内心又有一种很不甘心，你不想输，怎么可能？我为什么会这么失败？我就有一种
在拉扯，很复杂的情绪，很复杂的情绪，就是我不相信我自己这么失败，我不相信我自己这么差，我都已经尽了这么多的全力在做这件事情了，我怎么还会被否定？我被否定的非常的不舒服，很不爽。那我一直卡在这个不爽的情绪里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就先砍我自己一大刀，叫做我承认我自己的失败。然后我就撤手啊，就把自己退回来啊，然后该检讨的检讨啊。那我这一块是我做的怎么样，我做的怎么多么失败，这一块很难检讨嘛，对不对？那我先看我自己自卑的这一块的情绪啊，那我先开始去追溯这个我的根源，了解情绪的来源。对，不是去检讨事情，是了解情绪的来源。因为那时候情绪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太多块情绪，所以我选择先解决我自卑的这个情绪，因为当我去告诉别人说我觉得我很糟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会有人说你怎么这么没有自信，这样你做得很好了或者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嘛。那就算是对你好的评价或不好的评价，其实你听完你也是没有办法确认，完全没办法你没办法下判断。对，那是因为有一个情绪在那边干扰。像那个时候你也会，我们在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就是也是给我很多的否定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也会给我很多的那种可能某些事情你也会给我一些肯定，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已经完全是混乱，没办法判断，所以我那一块我就直接都摆在这了，因为你没办法做判断、分类什么的，你完全做不了。所以我必须要先把我很大一块那个自卑，因为这个自卑会引起非常多的拉扯，一下子相信，一下子不相信，我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我什么什么什么，就一直在那边拉扯。我到底好是真的好吗？对，真的是我吗？有没有、我不好，我真的有这么糟吗？对，没错，就是这个、什么冒牌者症候群，这个很超级纠结的，超纠结的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内耗，完全的内耗。这个完全是一个情绪的内耗，超级。我坦白讲，我花了1年呢，自己在里面滚。我2018年整年，我几乎都待在那一块里面，好可怕哦。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不要问，你会怕。然后我就一直去回溯啊，回溯到小时候。没有被肯定啊，从小就是没有被肯定啊。我那时候有一阵子不是在跟你抱怨吗？就是我觉得，我妈妈以前小时候都没有肯定我，她也都没有抱我，咩什么的。然后小时候读书也没有被肯定，什么都没有被肯定，都是被否定的。真的是，但我真的就是这样啊。但你肯定你自己？我现在肯定我自己。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做到我现在能力所及能做的了。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我再多我拿不出来，特别拽。我觉得有时候情绪就像一个自卑的情绪，就像一个心魔一样。我坦白说，我回想过去的日子的给我的折磨啊，我有时候想一想，我都觉得真的是这个心魔在磨我。其实是，就是我没有给我自己一个正确的对待，所以我即便球来就打着我打好累哦。肯定累的，很累。然后你知道，大概你可以想象，在你每一场球你都否定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打得不够好，可是你已经打了你自己当下能够打出来的分数了，你还是你不相信你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自己最如果要归咎失败的原因，我觉得是这件事情。所以你后面你这件事情要跨到下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依然没有办法做当下最好的判断跟决策，依然因为你一直不停的在被心魔折磨自己。然后你就一直怀疑你是不是我挥棒的技巧不够好，那你就一直去练，
对，挥棒的技巧，对，但殊不知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殊不知根本不是这个问题。殊不知你应该当投手啊，没有？殊不知你应该去踢足球，大颗一点比较好之类的。对啊，就是反正我常常在想，那我就说这种东西会循环反复的，一直上上下下的这样。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如实的去看待。我那个年纪就是那样子的能力，我能够做到那样子的状态，我觉得我已经很棒了。你当时是没有办法好好看待这件事情的。那你知道那种不敢，如果你在工作上面，老板叫你干嘛，你就会觉得说不要做得很烂，即使别人相信你，你也不相信。对。那我刚刚讲了，我说我是会回溯的，我都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留下来，一个时期我想到了，我就会固定拿出来看，慢慢去思考我当时的状态，我身处的境况，我当时的状态，然后我会慢慢的去回溯非常多，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被什么东西影响了？我其实这些东西摊开来很庞杂，它都是很多很多很多层次，你往下探，你就会永远都探不完。所以我是分很多时期回去往下探，我才能够找到说我自卑的根源，我没有自信的根源，然后我才能够真正的看清楚。我这个人，我现在就是到这个状态啊！我现在45岁，我能够做什么样的事，然后我的能力所及能够做到哪，我就只能这样啊！因为我每一天都尽我的所能做到最好，这个是我现在持平的在看待我自己。我每一天都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这样就好了。就真的是不卑不亢啊。你叫我再好我也做不到啊。尽力，我尽力了，我再好我做不到了。尽力还蛮重要的，尽力很重要。所以你知道我能够不再强求我自己，硬逼我自己做到多好，那我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了啊。就真的是好好的整理我自己。还原我自己如实的大小。真的啊。把自己理清楚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这个还蛮重要。那个理清楚不是你现在这个人的仅止于这个人现在这个状态，有很多时候是你要回溯的。所以我才上一集我才说有很多东西你不能累积啊，你累积很大一包，你是没有办法好好整理的啦。你要某一个时期想到了，不能逃避，你要回溯，看清楚自己这件事情难堪不堪没有关系，可是你看清楚之后，你知道你就不会再越看越清楚，你不会一直很逼自己要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只能这样啊。你叫我现在这样，就体力不是很好，叫我做再多，我也是做不来。也是的。对啊，我这么高，我就尽己所能啊。对啊，所以你之前有说过，你说其实你觉得自信就是一种不卑不亢，确实，对不对？就是的确啊，就我们也只能这样啊。讲得好像很泄气，我们也只能这样，但就真的是不卑不亢啊。我觉得也是对这个世间的万物有一些合理的评价了，包含对自己。对啊，我们看别人通常都比较精准，看自己永远都是迷迷糊糊。我跟你讲，其实某种程度上啊，我跟你在一起以后啊，我有在慢慢培养我的自信。我有被你传染。我心里想说，妈的，这个人到底为什么自我感觉可以这么良好？我靠！我觉得我也可以啊。这是一种能力啊。有，我有被你传染，我有被你感染，应该这样讲。
培养这是很好的自我感觉良好能力。这是很好的正向态度。不过我很喜欢你之前说的啦，就是说自信就是一种不卑不亢。我觉得不卑不亢这4个字很难欸，很难啊，这个超难的，这个要慢慢体会，这个非常难。我小时候也不是很理解啊。这就4个字而已，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对啊，不理解，很难理解，这个东西很难理解。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都蛮很抗。都蛮很抗，我刚还想了一下，那不卑不亢嘛，都蛮很抗，一直都在抗，好不好？啊，对，在看世间的一切都很不顺眼，对不对？觉得自己最厉害，对之类的，对，干好像妈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变成无敌铁金刚那种感觉，对，天不怕地不怕的猫头小子啊，真的，对啊，的确，然后遇到一个挫折就开始回家怀疑自己，那样呢？哦，对之类的，然后不然就是靠北靠腰，怨天怨地，对啊，真的有，对啊，的确，对啊，所以不卑不亢其实讲的是一个心理素质啊，并不是代表你的能力有多强，而是你的心理素质要好。心理素质超难的，你看中华队就知道了，中华队的心理素质一直都不好。OK， 对不起啊，中华队。谁的心理素质好？心理素质，你有看过心理素质好的？有，最近有几个人心理素质超好。第一个是那个打桌球的那个林昀儒，超级好。OK， 怎么说呢？冷静，赢了输了，表情都差不多。OK。另外一个就是下围棋的那个，有一个最近很红的一个年轻人，我忘记叫名字。但我觉得他们有个共通特性啊，就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赢就特别开心，也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输就特别难过。他们关注的东西都是比较客观的事实。好厉害！有没有写信问他怎么培养？可以啊，那个林昀儒好像自学的。自学的。什么林昀儒有信箱吗？我来写信问他怎么培养心理素质。我觉得这很不容易耶。对，心理素质好是真的很难，因为你看很多职业运动球员，有很多人的心理素质就很不好，就是他的，比如说静态天赋。所谓静态天赋，就譬如说长得高、跳得高那种什么打篮球就是什么臂展长，什么摸高很高，什么这些东西，有很多人这些东西都很棒啊，跳得跟什么一样，但是他的心理素质很差，最后你去看他的职业发展，就会到最后都会不好。反而是那些心理素质很好的人，但可能静态天赋不好的人，他后面长期的发展会比较好。所以心理素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有机会再来聊一起这个心理素质这个事情。我其实有时候觉得我并不是真的爱自己，常常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自卑对我来说会比较像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但是同时间又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是啊，的确，应该是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但同时间有莫名强大的欲望想要高别人一等。然后就会一直往那边冲。懂。哇，这个听起来超累。我觉得自卑好累哦。听起来超累。是，这真的很累。所以我才说，我前一阵子不是有讲过一句话吗？我说什么是爱自己，就是珍惜自己的天赋、能力、选择还有付出。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爱自己。那个是因为我学会如何看待自己，就是这些全部都是对自己的看待。我要知道我现在我的天赋、我的能力、我的选择，我要怎么样付出。这些是正确的看待自己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过去真的不够爱自己。
我有一个大哥常跟我说，你要珍惜自己的羽毛，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没有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羽毛，就是一直在挥霍自己、啊。那其实那些挥霍都是因为就是那个自卑的心魔在磨自己，所以你知道，当我把这个自卑这一块慢慢的把它消灭掉以后，我觉得我比较自在。肯定啊。哦，真的。那我一样会尽全力，但是就不是真的强迫自己。你知道，强迫自己就是把你自己灌太大了。相信你可以做得到。那个是期盼自己能做到。是不是是期盼，但不是相信，是不相信但期盼。对，不相信但期盼啊，一边不相信一边期盼，一边不相信一边期盼。对啊，我觉得这个有点硬啊。但是要去回溯自己自卑的根源，这一块也是蛮硬的。肯定。可是我跟你说，做完之后你也就舒坦舒坦就是等于把你身体里面那个毒都排出去。排毒疗程，排毒疗程，真的啦，不容易，可是是可以试试看的啊。心理素质就跟其实某个程度上就是自信了，刚刚好的自信。没有，我刚刚在回想，我有没有遇过心理素质很好的人？有啊，你前面不就一个？抱歉，我笑太大声了，刚刚有没有爆音？Sorry。right， 不可否认，的确是。我觉得还不错啦。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别人前面做这么一大尊，没想到是你，我千想万想都没想到是你啊！是。那除了你以外呢？没有吗？难道没有吗？我不晓得，我想不起来耶。觉得好像大多数的人心里都有一个 key 感。还好吧。那个过2个礼拜要来录节目的那个谁 ？Justin 啊。Justin， 那个心理素质非常好啊。Justin 心理素质非常好，对，稳稳的，年轻就对，他都情勒他妈，对，要离家出走的，对，对，我们常提 Justin，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他那一集来看对，就是有事任，那一集不错。心理素质我觉得是会支撑，就是我们讲刚刚好的自信会支撑你走得比较远。的确。心理素质好的人通常都有几个特色就耐得住寂寞，然后呢，自律性会比较高一点。还有呢，耐得住寂寞，自律性高。对啊，所以他比较不会关注短期的效益，会关注长期的东西。就不会因为短期的失败而怀疑自己，也不会因为短期的成功而自我膨胀。我其实有时候也会在想说，如果我没有遇到你的话，我的自卑会被我丢掉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其实也没办法去思考。但你真的觉得是因为遇到我才没有啦？才那个？我是因为有一个对照组嘛，对不对？有一个对照组每天都在我旁边啊。对，但说不定你时间到了就变得比较自信。也有可能啊，依照我每天在那边自我检讨。对，有可能检讨到一个程度就比较好了。也有可能，我觉得是这样。只是有一个对照组有加速。加速，有加速。对，有互相学习了。有，但还是不会改变我脾气暴躁这件事。那可以修炼一下吗？不要，这件事情不行。我在思考的时候真的很暴躁，不要吵我。不卑不亢。我每次思考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整个人都有呈现出一张图。什么图？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形有没有？都是那个龙卷风，全部都是龙卷风这样，整个人到头这样，非常的混乱，我自己都不知道人在哪。真的啊，我都会想象我自己有一张这个图。我跟你讲，我每次坐在这里，然后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这边都会开一个视窗，然后看到我的人，我都长那样。真的啊，这样酷，蛮酷的。
对，你看我脑袋不知道每天都在想什么。对，我是文字思考的，对，所以我都会框在那个文字里面。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会画画，每天把我脑袋里面那个跑出来的那些画面画下来，哇，那长什么样子，无法想象欸。脑袋里每天好多画面，超可怕的，适合去干艺术之类的。不知道，但我不会画画。现在练还来得及啊？你说练画画吗？现在练，就跟比如现在开始弹钢琴一样，都还是有机会的。好吧，我们下辈子投胎再说，好吧？重新投胎再说，好吧？再见。好吧，拜拜。